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前两天我在介绍日寇在二战时期使用的那些反坦克装备的视频里，提到了这个名为三式什么什么的玩意儿。我没查到与它相关的资料，大部分人也都说不清它是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称其为三式夜壶。那有观众就说呢，这东西在游戏中不是很好用。然而作为一个突击小队的老玩家呢，我自己是琢磨出来了一个非常毒瘤的用法，让这玩意儿差不多能做到一人换一车。这个打法呢很简单，估计有的人看到这儿已经想到了，就是在游戏中啊，我们可以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投掷武器嘛，我们可以按住左键来憋它这个倒计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操作小人移动。所以我的这个打法呢，就是让这个小人捏着这个雷去追对方的坦克，等到靠近的时候，他那个坦克想跑也跑不了，就这样将它炸掉。然后在这里呢，我开的这个是原版战役中的这个诺门罕冲突吧，应该是。然后这个地图呢，苏军就会出动很多的轻型坦克来打击日军，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地图来进行演示。好嘞，因为视频的主题是讲这个三式夜壶的操作，所以在这儿我直接跳过了攻占第一道防线的过程。现在可以看到苏军已经出动了一台 T26 来压制我们，当然它跟我们的距离有点远，但是还是可以试一下。在这儿随机挑选一个幸运的步枪兵，让他开始往这个 T26 面前冲。你看，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们这样直接冲呢，能打下它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先打下这个仓库，尽量的缩短步兵和这个坦克之间的距离。现在我们再挑选一个，然后让它往上冲。就是这个我们第一人称操作的时候，这个小兵是没办法奔跑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让它靠近之前呢，还是得第三人称手动的右键2下让它进行一个奔跑。像刚才这样其实差不多就成功了，但是这个 AI 很聪明，它突然开始加油狂奔，并且还有几个他们的步兵在那儿掩护它，所以这一次我没有得手。但现在看他似乎想从左边这里绕，我们再派一个昭和男儿冲。你看，他怎么就这样扔出去了呢？这个东西扔出去的效率不是很高啊，它会击中这个坦克装甲的时候会被弹飞，所以就像某位观众在我评论区说的那样，说这玩意儿在游戏中的效率不是很高，就是因为它会弹飞，不像其他阵营的那种反坦克手雷一样会撞在坦克装甲上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他们说这个不好用。在这儿又来了一台 T70， 我们再手动的操作一下。我这颗雷没有捏，已经激活了吗？把它给炸掉了，不管了。然后这边这台 T26 还没有掉，然后它的左边呢还有一堆步兵，我们赶紧再挑选一位勇士。这个游戏的战车 AI 其实平时斗蛐蛐你们看它很傻，但是它在对付这个步兵的时候还是很聪明的，就是它一旦感知到附近有这个反坦克步兵在接近它就会立刻优先的对付这个步兵。你们看，它试图来炸我这个小兵，但那一炮没有打中。现在我们就捏着这个雷倒计时，贴近它就爆了，然后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新的坦克过来。 OK， 这边又有一台 T26 在接近我方。其实在这个突击小队2里，我最喜欢的战役啊就是这个诺门罕冲突了。因为我不管是玩盟军甚至是德军，如果因为我的这个指挥不当出现了一个步兵班或者是一台战车的损失呢，我心里就是发自内心的会觉得可惜，会很自责。但是玩这个小8个的战役啊就不会，就不管出现多少这个人力的损失啊什么的，我都是毫无感情，甚至还有一点点开心。然后像他们的这个战车，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战车列表里能叫的都是什么垃圾？92是装甲车，95是轻战，还有这个97式，
这个9式在这里注明的装备的是4气炮，而不是那个5气步兵炮。但实际上在39年的诺门罕时期，连那个5气炮的原版的那个9式都很少，那玩意儿还是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量产。然后现在我们再来整一个，这个 T26 车体前方是没有机枪的，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小揪揪好像是个喇叭。然后，在这儿我选的这个小兵拿的是那个3式的那个锥形装药啊，那个东西也是43年的装备，所以实际上本期不管是小夜壶还是刚才那个锥形装药都是穿越之战了，属于是。当然苏军这边也出动了这个 T70啥的，由此可见呢，这个突击小队啊，他的这些战役里这个装备并不考究，就是这种靶点的这种对战就纯属娱乐。亏得我小时候玩这游戏还给里面的各种东西当成了史实。这次可以看到他们又派出了一台 T70， 在这边我叫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装甲单位很拉满，所以我整的全都是150块钱的好兄弟往前冲。在这儿这个 AI 也是不停的报步兵来跟我对线，就扛兵线，真是把这个2战打出了1战的感觉。在这儿这个 T70 没有发现我的步兵班，我让这个小八嘎沿着这个学校的小砖墙匍匐前进，等到靠近他的接近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再双击攻击他，然后小八嘎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东西想要往上扔，然后我们就赶紧阻止他，让他不要扔，然后就控制着他手动的贴上去。然后刚才这一波失败了，我们再挑选一位幸运儿让他往上冲。这一会儿这个苏军这边的这个步兵有点多，而且他后面跟了这么一台机枪卡车，所以他这个反步兵火力很强。我们还是关键时刻要灵活多变，这一次试一下让一个步兵往上扔吧，就看看直接扔上去管不管事儿。主要是他这个扔上去会弹一边，有时候真不见得会弹到哪儿去了。然后在现实中我们看他这个弹到很远，在现实中在游戏里这些反坦克的手榴弹他们的威力都很大，但在现实中如果弹开的话，指定是最多炸坏个履带啥的。我估摸着他们把这东西造成圆的呢，是因为这个是它应该是冲压起来比较简单，冲压2个这个半圆，然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如果是做那种方形的那种东西扔出去应该不会乱滚，但它这个有棱有角，估计加工起来是没有圆球那么容易的。好，在这儿又来了一台 T26， 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中最后一个目标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真的是很聪明，它出动了大量的这个步兵，甚至还有机枪来压制我这个小八嘎去接近它的坦克。如果是在 PVP 的多人游戏中，大部分那个房间应该会开启那个战争迷雾，所以如果你们安排1-2个这个步枪兵，毕竟它很便宜，一个步兵班里大概有8个还是6个呀，应该有6个这个小步枪兵都带有这个小夜壶，你们把它分散着藏在地图的各个建筑里，或者是这个灌木丛里，然后等到对方玩家的坦克接近的时候呢，你就操作它，拿着这个小夜壶去追它。但是如果对方知道你要玩这一招的话，就是他用很多步兵伴随着坦克搁这不前进打你的话，你就很没有办法。然后我们现在试试拉我这个步兵，让他们往后撤啊，不要靠得太靠前了。我们躲在这些建筑物后面，等着这个 T26 主动的往前推进，然后我们再上去干他。好，现在他又在往前进了，我们瞅准时机往上冲才行。我们这个东西的用法就跟那个刺雷一样，你看，如果贸然的往上冲呢，这个敌人就很聪明，把我们给拦截了。我们再选一个，让他先躲到这个建筑物的角落里，
你们可以看到这俩士兵蹲这儿半天了，这个坦克就不打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亮出这个反装甲武器，这个 AI 又很聪明。然后我们现在赶紧，你看他来不及反应，但是他很聪明，一脚油门把我们压死了。可是这个已经晚了，我们这个小炸弹的引信已经点着，就这样成功的击杀了他。如果是在 PVP 里你操作这么一个小人去追对方的坦克的话，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搞不清你这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就可以成功的得手，将他的这么一台小坦克啥的给炸掉。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我平时录节目呢都是靠剪辑，很少整实况。那剪辑的视频里一句话都得录个2-3遍才能过，所以像这样的实况呢，我有点语无伦次。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感谢你们能够坚持看到最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